黄国昌的表态，我持绝对正面的态度，因为他有助于推进蓝白合，人民能够得到幸福与快乐，才是台湾人真正的价值。所以国昌主席跨出这一步，我给他大大的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前行，不然难道重演君悦的悲剧吗？既然连黄国昌都丢这么大的善意，如果国民党、民众党还有智障看不清楚，还有当年那种蓝白坚持要各选到底，管你他妈天王老子，管你蓝的白的，平北一个个操死你们这些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蓝白不是炒冷饭，蓝白的上次是炒破局，基本上没有在大选层级成功过，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蓝白合有什么好谈？错，更需要来谈。我先给黄国昌老师一个大大的赞。齐凯也好，国成也好，他们过去这一年都在国会里面表现非常的好。对党来讲，他们都是党重要的资产。我昨天也说了，接下来他们会有更重要的战斗位置要去就位。这就是为什么2年条款黄国昌坚持要实行的原因。当初柯文哲定下2年条款，真正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下去选举，但是当时的讲法主要是经营在地。那像林国成呢，他主要的负责的方向高屏嘛，然后张启凯呢，主要负责的方向嘉南地区，所以他们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守备的一个区域啊。但是这件事情是有一个隐患在的啊，因为林国成长期经营的是台北，然后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林国成调去高屏地区之后，台北一直没有经营得很好，现在本来就对民众党相当艰困的中南部吗？这是一个问题哦。其实直白的讲啊，中南部对柯文哲对民众党是非常非常陌生的啊。但是我觉得黄国昌所想的是另外一个高度的问题，就是如果要慢慢经营当然是好啊，可是民众党有时间吗？台湾还有时间吗？所以我认为黄国昌的想的高度，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实务层次的东西，因为大家也知道，事实上对于黄国昌来讲，我认为他不是急于速成，而更重要的是展望2028。就我认为黄国昌他着眼的是一个更大的、更宏观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部分。虽然我当立委现在才当第5年多吧，但是其实在国会里面在做什么事情，议事上面的攻防进退咨询法案预算，对我来说已经很熟悉了。所以黄国昌讲到这里什么意思？不想再干立委了，都已经知道了然于胸了。好，我给你再报个小卦。其实黄国昌在这一次受柯文哲之邀啊，重新回到立法院，当初谈论的内容就不止于立委。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其实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跟目标跟愿景。所以我认为黄国昌不仅是在贯彻柯文哲的2年条款，也是在贯彻自己从当时接受柯文哲邀请他自己政治规划长远的一个目标。那什么是更重要的战斗位置？拿到行政权。所以就是要成功嘛，不成功变成柯。现在的台湾很危险啊，你选输了，刑法100条伺候，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谁讲的？也是姓柯的讲的。但是你不成功就变成下个柯文哲啊！所以对于在野党来讲，拿到行政权是必然、必须、必要、必不可免。我当初说什么？黄国昌的目标不是单纯的继续当第3党，他的目标是当年在时代力量实验失败，而到了民众党他重新调整的，作为一个未来的台派2大党。而黄国昌呢，到了民众党之后，我认为他有深刻的成长了。所以呢，从这个往前走，拿到行政权，那拿到行政权必然要做合作。行政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第一个着眼的当然是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啊，这也是黄国昌一直要定的目标嘛。那我就要问深水期的题目了，所以你要选新北市长吗？我说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最好的选项，投入这场选举，会新北市长选举是。但这个表态跟正式的说我要选新北市长有什么差别？在这个过程一问一答的方式里面呢，很明显要释出一些讯号，我会参与新北市长这一局，但是不是最终作为候选人，这有差别。那就代表什么？预留很大的一个伸缩空间，让自己成为一个最好的选择。你会发现说，我一直保留一个很好的善意空间。我不把话说死，我不直接正式的表态参选，是叫做善意的空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给黄国昌这个表态一个大大的赞。我认为黄国昌这个表态是有助于加速来推进蓝白整合这个事。2028年拉下赖清德的最重要的目标。
没有改变。所以如果拉下赖清德跟黄国昌参选这件事出现违和的时候，那很可能王国昌不会选择继续参选。他的布局包括张启凯、林国成的布局，不能让蓝白合破局。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没有赢的把握，我不会选。简单来讲，这就要相当于是把沙卡都做一定程度的排除。就是说，沙卡都那民进党躺着都上嘛。那如果他最终变沙卡都，那宁愿不选。我把话讲死。如果国民党不理黄国昌，然后黄国昌依然没有坚持沙卡都的话，那我就操骂那个不理黄国昌、不理民众党的国民党。我讲清楚了，因为你们在破坏蓝白合，任何破坏蓝白合的人，杀无赦。我说实在，今天这一份讲话里面透露出黄国昌胸中是有一项蓝图的。所以有人就出来唱衰啦，贴了一个2026新北市长民调，这是什么时候的民调？2024年8月13号到8月19号。放1年多前的民调不针对汉哥本人但这个民调本身叫什么？放狗屁！放这干嘛？哎呀，国民党啊，你会单独获胜啊！只要李四川出来的话，你压众生，你压一切啊！不要蓝白合，不要蓝白合，不要蓝白合，蓝白合没有用啦，一定赢！我告诉你，他就是要出来吹这个高雷，这么简单。你自己看，这是什么？什么叫带风向？这个就叫带风向，所以就是要创造一个蓝营里面也是有异音的也是有其他声音的就这么简单。而这些声音是什么？就蓝营其实没有那么想要蓝白合，这是一个暗示，正是有效提升民调的方法。去年8月 TVS 曾做过新北市长民调，当时李四川一人独走，破40%支持度，黄国昌只有10%到13%。那1年之后呢，黄国昌已是民众党主席726大罢免站上第一线，颇受蓝白选民认同。此刻在做民调，恐非无下阿蒙。好，我跟你讲，确实会有所提升但问题就是说，黄国昌本来就不是长于行政这件事情，所以要证明什么？要证明说，第一，借由这样的写法，告诉蓝营说，你看最大直辖市国民党你要让吗？他在邀你知道吗？他在邀蓝营里面的一些死硬派。最大直辖市为什么要让呢？为什么一出手民众党就要最大直辖市？他们凭什么啊？而且你看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去年只有10%、13%。有这么重要吗？国民党选到底不就赢了？担心什么？这叫什么？这叫见缝插针，挑拨离间，挑拨蓝白合，也给小草打鸡血1年之后，黄国昌已经今非昔比了不是无下阿蒙不是无下阿昌小草，你们难道觉得黄国昌一定会输吗？小草冲粉们冲一发管粉们冲一发挺国昌老师当新北市长，创造小草的想象，让民众党的支持者想象说，哎呀，国昌老师如果当新北市长有多好，哎呀，怎么可以又让国民党当去了呢？这就是故意的嘛。所以台湾作为一个第一岛链上的一个节点，它绝对受国际地缘政治强烈的影响跟冲击嘛。所以在大格局上本来就在转向，而这个转向在2024年本来台湾人民应该给予民进党一个审判，就是民进党 get out， 我们要站起来，我们希望两岸和平，我们希望在中美激烈竞争当中，我们不要变成被牺牲的棋子，在中国崛起的当下，保留更多对话交流、和平繁荣的空间，这是本来台湾人民的心心念念。这个东西被压了1年多，最后在哪个出口爆开了？就在阿管上次去上海的时候，整个爆炸了，台湾人民那个急切的心爆炸了。所以那些逆世界潮流而走的人，历史潮流而走的人，他会付出极为巨大的代价。所以大家理解吗？当一个国际的局势，像一个世界级的大型的大历史的脉动，它在一个历史的潮流在往前推进的时候，看见这个潮流的人就会上去，逆这个潮流的人就会粉身碎骨，看懂了吗？这个就叫做历史的潮流。我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嘛，是先有拿破仑时代再有拿破仑，还是有拿破仑才有拿破仑时代？不，各位，是因为拿破仑精准看见了当时是时代背景，工业革命之下快速的枪炮的发展，把大炮、把炮兵战术高度的融入了骑兵步兵战术里面，成就了他一代战神的美名，把当时的欧陆第一陆军叫做普鲁士陆军打得落花流水，甚至把神圣罗马帝国，这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帝国的，把彻底的瓦解，把它改组成莱茵邦联。但是拿破仑一个人是带动不了时代的，他看到的是什么？君权神授的瓦解，民权主义的兴起，所以他告诉法国人，我当你们的皇帝是你们选出来的，所以你们投票给我。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民进党要下架2028，赖清德要倒，蓝白不合则赖清德。它其实是有很深刻的一个历史逻辑在里面的，所以我为什么会说卢昌沛是唯一的最佳解？
不要再觉得 OK， 历史可以这样逆着干，没有这种事叫什么？刚好我今天穿这件，历史不容许谎言呐、你不往前推进，你要怎么走呢？